发心的人，时时扫除自己思想行为上的尘埃，很有必要。中下根性的人，神秀的计是最好的指导，那叫顿根断恶修善，让你渐修。而慧能的计，只有上上根人才能得益，那叫立根直探心源，让你顿悟。古人云：理随顿悟，事须渐修，千万不可偏执一边，或泥于事项，或落于虚无。不有见，何以显顿？悟后渐修，更有从容保任之功。神秀的观点就像古人说的，百尺竿头坐的人，虽然得法未为真。而慧能的见解也正是百尺竿头重进步，十方刹土现全身。有位古德讲：直事而迷理，不须入品之功；直理而废事，反受落空之祸。像慧能，他是个上根大智、顿悟顿正之人，才可行这过量之事。他是人间奇才，千古难遇。要是一般出发心的凡夫，一定要事理双融，解行并进，可千万别不知深浅，光想着慧能的顿悟，忘了神秀的渐修。您万一没那智慧，悟出神经病怎么办呢？人慧能也不担责任。单说张日用将慧能的心计工工整整大书于壁上，又给慧能念了一遍。慧能一听所书无误，当即冲张日用抱拳相谢，多谢仁兄代劳。张日用对慧能佩服得五体投地。卢行者，你这首心计超脱不羁，空无所碍，倘若日后得法，可别忘了先来度我哟。这张日用啊，挺虔诚，还让慧能得法先度他。要我说，不度他都够合适了。你想啊，这么著名的诗句，竟通过他的手笔给写出来，随着六祖坛经的广泛流通，这首诗的千古传颂，他张日用也美名流芳千古了。不花广告费，不上税，永远出了大名了。这多便宜呀！这好事上哪儿找去？这也得说他跟慧能有深厚的姻缘。他这官场上的文人才子对慧能这一注目一恭敬，那其他人也对慧能刮目相看了。有的人立即去禀报吴祖，吴祖一听心中暗喜，心说卢慧能果然前来作计了，我先看看他的心计如何，再做定夺。想至此，吴祖大师立即来到了祭送前。众僧一看吴祖法驾来此，急忙闪道，让吴祖上前观祭，他们好听听吴祖观祭之后是如何评说。吴祖大师来到祭送前，注目一看，又惊又喜。吴祖他抬头用目窥，不由得暗暗喜心扉。卢慧能果然不是凡俗辈，见地高妙绝伦，正道无为，年纪轻轻有如此大智慧，真乃是法门龙象人中魁。可惜我坐下途中千余位，无有人能够与他争光辉。看起来六祖之位他最配，禅宗正许他来光大门楣。真担心他不知藏风引入，公开作计，恐怕要吃大亏。吴祖大师看完了祭送，又惊又喜。喜的是卢慧能果然是法门龙象，见地超凡脱尘，断非一般禅修者所能望其项背。本门依法从此有了传人，自己心愿可了。惊的是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作计，万一被人窥破玄机，他可就要有障碍了，弄不好还有大祸临头。
想至此，他眼望寄送，摇头不已。此计根本没有见性，不如涂掉，以免众人受迷。吴祖说完，脱下一只僧鞋，唰唰唰，把寄送全给擦掉了。慧能一惊，心说我的寄送不会错呀。明白了，其实吴祖擦记除了有意保护慧能之外，还暗示着连此无物也抹去了，才能见自性啊。大智度论云：有无二见，皆属此岸，二直俱空，始达彼岸。吴祖擦完了诗记，连看都没看慧能一眼，便转身走了。众僧一看吴祖走了，望着慧能，可就议论开了。怎么样？我说那葛辽胡编瞎蒙吧？一个大字不识的南蛮也敢枉议大道，连一灯都没点亮的井底之蛙也敢提着千灯万火的场面，真是小贼骂大道，胡说八道。可不是咋的，他还说本来无一物，这我看他好像没心肝。要我说呀，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自己飞多高蹦多远，还净想的高口味。有几个年轻气盛的青年武僧更是怒不可遏。你这葛辽公开跟我们出家人作对，袖上座说菩提有术，你偏说菩提无术；袖上座说明镜是台，你偏说明镜非台。你这不诚心跟我们出家人作对吗？告诉你，不敬僧宝，罪业深重。快去劈柴舂米，积点功德，免得死后堕无间地狱。去！这慧能是真不一般，面对众人的如此羞辱讥讽，若无其事。古人云：能觉他人之诈，不行于言；受人之辱，无动于色，道成尽矣。当纠纷发生时，有修养的人有这么3种情况：下根人能忍住不发，中根人像吃东西一样，吃到肚子就消化，上根人心如止水，你沾不着他，那他是无所于忍呢。这慧能就是无所于忍，他真正达到了不被境界所转，不被八风所动，真正达到在称赞、讥讽、苦恼、快乐、利益、衰败、毁谤、荣誉面前都不动心。这可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定力功夫啊！往往有些修行人稍有一点进步，就认为自己八风吹不动，定力非凡了。可是真要遇着一风，都能把他吹个大跟头。这一般的修士咱不说，就说那精通佛理、热衷于参禅的佛门信士，宋代大文豪苏轼苏东坡就曾有过这种情况。他本来呀，禅定功夫还不够，可他自觉的定力非凡。有这么一天，他心血来潮，就写了一首诗，说：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以为自己呀心地清净，开悟了，把这首诗交给侍者，送过江，送到佛印禅师金山寺，让佛印禅师给他印证。佛印禅师提笔就在上边写了一行话：放屁放屁放屁，交给侍者带回。苏东坡一看，火高万丈，气焰千寻，岂有此理！我这明明是开悟的诗记，他却说是放屁。苏东坡一怒之下，过江去找佛印禅师算账。可是他刚刚来到山门前，就见那山门上贴着一副崭新的大字，上写：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南。苏东坡还没能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就见佛印禅师一路大笑走出山门。哈哈哈哈！好一个八风吹不动的苏大学士，竟被一阵屁风吹过江来，欢迎欢迎！苏东坡一听羞愧难当，知道自己定力还不够，
不过这是我举的例子，在卢慧能那时候还没有这件事。你想啊，慧能是唐朝的人，苏东坡是宋朝的人，这事还发生在慧能那之后多少年呢？这就是说，像苏东坡这样光纸上谈兵舌上行事不行，修行人切记言过其行，甚至言而不行。人家轻轻一拨扇，你这炉火又起炎，那怎么行啊？必须要像卢慧能那样，真正正得八风吹不动的境界，不被境界所转，不被外在的事物动了心。单说慧能面对众人的羞辱讥讽，若无其事，因为他明白五祖擦记的真实用意，他知道五祖大师一定在近日内前来相见于他。单说慧能知道五祖擦记的真实用意之后，仍无动于色，和往常一样腰间负石，踏对舂米。3天之后，寺院中对此事的议论渐退，五祖大师由侍者陪同，假装闲游寺院，走了几处，时约黄昏，他便来到了冲房。慧能正和俩火工踏对舂米呢，忽听耳旁传来一声低沉的问候：“你们辛苦了。”慧能一惊，抬头一看，五祖大师果然来了。他急忙跳下石堆，上前作礼。五祖大师不冷不热的一摆手：“免了吧。”俩火工一看，更不敢怠慢，急忙上前朝五祖伏地跪拜。五祖大师乐呵呵的一掌示意：“起来吧，你们辛苦了。”嘿，俩火工懵了，能不懵吗？那五祖大师是什么人呢？万民敬仰，当代的高僧，依法的传人呢。俩火工简直是受宠若惊。俩火工顿时受宠若惊，匍匐于地，把祖师称，欣喜若狂，忘了明心，如同是身在云雾中。五祖对慧能态度冷，对俩火工特别热情，告诉他们忍辱存心，积功累德方能达成。俩火工自以为得其中，却不知五祖暗示慧能。俩火工激动得浑身抖抖，结结巴巴说话也不成声。俩火工激动的说话都不成声了。不辛苦，不辛苦。你们要忍辱存性，日后剃度方能大成。是。五祖又问了问俩火工舂米的情况。慧能一看五祖只和俩火工说话，不搭理自己，就知道五祖今日之来必有暗示，便于劳作之际留心察看。五祖跟俩火工延续完毕，就奔慧能这里走来，而且边走边自言自语：“大求之人不计其小，修道之人违法忘躯才是至诚。”说着来到慧能的身边，五祖大师用手中的锡杖指着慧能腰上绑着大石头：“你捆腰石有多久了？”“已经8个月了。”“你不觉得辛苦吗？”“弟子以心易物，而不以物易心，所以不觉辛苦。”“你为工作不惜苦劳身躯，若为佛法，定然也可舍去皮囊了。”“是的。”
你熟了没有？诸位，五祖大师这句问话可是寓意深刻，一般人也不明白。表面上是问你把米冲好了吗？实际上是问你悟了觉了没有？慧能是过来人，当然明白五祖的意思，随即说道：米已经熟很久了，只是欠筛，米要筛过才是精米。意思是说自己早已经悟了觉了，只差明眼善知识的印证。他这是求五祖给他印证功夫啊。五祖一听，当即用手中的锡杖朝慧能旁边的竹筛上敲了3下：筛在此，你快筛吧。五祖说完，抬头往门外看个天色，然后不言不语，把锡杖倒背身后，转身而去。这俩火攻和五祖的侍者对这一切未加理会，可慧能却心领神会。他知道这击筛3下，又看看天色，走的时候又把锡杖倒背身后，这叫无言说法，是告诉他夜里3更天从后门去他的方丈室。慧能气得五祖旋击，不由一阵欣慰。当晚3更，他悄悄出房，背着众人往前寺走去。因为今天晚上五祖离开的时候，慧能已经盯好五祖的去向，所以他躲躲闪闪，避开巡夜的武僧，就来到了法堂。他见法堂的左侧有一室亮着灯光，慧能心想，此时夜深人静，众僧都在熟睡，而这里却亮着灯光，五祖大师一定住在这儿，而且正在等我呢。慧能想到这儿，悄悄绕到后门，伸手一推，果然这扇门无声的就开了。慧能迈步走进屋中，见五祖大师正在床榻上闭目静坐。慧能急忙上前就给五祖跪下了：师父，弟子前来受道，求师父垂恩教诲。五祖一看慧能气得自己的心机，按时前来，心中高兴。其实他们早已经神交默契，心心相印，几番对话，言语之间都具足了无尽的法味。慧能，你起来把门插上，再坐下讲话。是。慧能答应一声，来到门前，把这后门插上，然后他转身来到五祖的床榻前，坐在床榻旁边的椅子上。慧能啊，你远在岭南，为何要来这里求法？慧能就把自己卖柴于客栈，闻经悟道，老翁赠银见五祖之事说了出来。慧能，你年纪轻轻，却有过人的勇气和毅力，竟不辞千里之遥来黄梅东山求师学法，真是难能可贵。你刚来时的那番话是谁教你的？不是别人教的，那是弟子自心自见。因为众生之性不偏不缺，所以我知大师之性和弟子之性是一样的。那么佛性无形，如何隐显？佛性无形，悟则显，迷则隐。五祖一听，暗暗的点头，心说：我虽然心知，也须当面问过。一看他的根性，二看他的见悟，三看他的应对，四看他的操守。如此一问一看，便知他胜神秀远矣，比神秀的见悟高多了。慧能啊，你刚来时的那番言语，我就知道你是天生慧根，自悟正性。可因为你刚来，又未出家，一无劳苦，二无功行，我若是亲近你，就是害你，而不是爱你呀。当时让你劳作苦役，本有目的，一恐众僧起疑，滋生事端，
二恐你得法太易，不知宝藏；三见你利口生风，聪明外露，恐怕将来招惹是非，故而才当众贬斥，命你先做苦力，以磨砺心智。这叫美玉不琢不成器，顽金不匣不致精。孟子有云：天之将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方使能增益其所不能也。如今你已彻悟世间道理，正得无上忍力，自知身躯，为师也就无忧了。慧能一听，深感五祖知遇之恩，他含泪伏地向五祖跪拜：师恩如海，情同再造，弟子敏感五内。徒儿，快起来！五祖含笑扶起慧能。慧能啊，你本是佛心慧性，自悟天成，为师一为你认可，二为你全法成道，现在我便为你讲解《金刚经》。五祖说完，用袈裟遮住窗户，以防被人发现。然后他取过一册《金刚经》，低声的为慧能讲解。五祖为什么要给慧能讲解《金刚经》呢？要知道，一切佛法无非破执除障之法门，《金刚经》所说尤为直截了当，它能破我执，灭罪障，成就如来。它是最上乘的般若法门，能令一切众生成之，直至佛地。正如经中所言，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但是非具上根大智之人也难以承担，接受不了。那是如来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由此看来，五祖大师不仅慧眼识人，而且更会因材施教。要像达摩大师度梁武帝似的，那就糟了，教大积小，非度出烦恼不可。这机教相当很重要。当五祖大师讲到经中最紧要的关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两句时，慧能于言下豁然大悟，悟得了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真理。这两句正是本来无一物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虽然卖柴的时候听到这两句就已经悟了，但那个时候他只是悟到应无所住，尚未悟到而生其心，此时才是真正大悟。慧能他此时真正大悟，明白体用不二，本不说。了知万法不离自性出，无惧何其脱口便说出。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把见性心声全吐露，五祖激动得眼含泪珠。慧能此时才是真正大悟，破无始之迷妄，开真实之见，觉得宇宙中的这一切都具足在心田，从来不曾缺失。他已悉心达本源了，因此他道出了五句何期，真是吐露了他见性的心声。他说：想不到
自性本来就是纯洁清净的，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来就是圆满具足的，本来就是寂静不动的，能够化生万物的。其实他早就知道，只为太明，这次才是彻底的透彻。五祖大师一听慧能说出这彻悟之语，高兴激动的热泪盈眶。慧能徒儿，你已经彻悟了。若不认识自己的本心，学法无益；若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可称为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了。慧能得以彻悟，连连叩拜五祖大师传道释法之恩。弟子蒙获法益，如饮甘露，敏感师父启开无上妙觉菩提，使我更加透彻。徒儿，快起来！五祖扶起慧能，师徒俩四目相对，双手相握，突然间相顾微笑。这一笑犹如当年佛祖拈花迦摄微笑一般，心心相印，妙开心莲。此境此情，此时此景，真是无言可言。战国时，邯郸有位剑手纪昌，曾说了一句名言：动的最高境界是不动，射的最高境界是不射，言的最高境界是无言，禅到了最高境界就是不可说。东晋时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就曾写过这样一首诗：结庐在人境，耳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就是禅的意境。这里的山气指的就是心境，飞鸟是指这念心的自在，而此中有真意的真意，就是佛法上所说的真心自在。欲辨已忘言，说出来就不是了，这种意境就是不可说。禅的意境有深有浅，浅有浅得，深有深得，就像学问成就的次第一样。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大学，悟境也是一样的，深浅迥然不同。古人有所谓大悟几百次，小悟几千次，说的就是对心境开拓的层次和对宇宙人生看法的根本突破。单说此刻，五祖与慧能已是心相近而道相通，两两情意融融。正当他们师徒以心印心，无言笑对之际，忽听更鼓四响，五祖一惊：慧能，现已四更，你速听法旨。单说五祖大师与慧能已是心相近而道相通，两两情意融融。正当他们师徒以心印心，无言笑对之际，忽听更鼓四响，五祖一惊：慧能，现已四更，你速听法旨。慧能急忙跪倒，五祖大师凝神端坐，缓缓开口：慧能，你已经得到这以心印心的妙法，在这内无心知外无人知的情形下，我已把顿教法门传授给你。要知道，诸佛出世是为度群迷出苦海，因此才随机说法而开教门，并以无上微妙秘密圆明正等正觉之正法眼藏附注10大弟子中的大迦摄尊者，辗转传至第28代祖师菩提达摩尊者，又由达摩尊者传来东土，又得慧可大师承袭而今，借至于我，
以立武士。如今我事缘已了，现将这无上正法和祖师衣钵传付于你，你即为武宗第6代祖师，望你擅自护念，广度友情，不要让佛法断绝。记住，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五祖说完，取出祖师衣钵，双手捧着，递向慧能。五祖他取出衣钵，要付慧能。卢慧能急忙叩拜，把祖师称。师您夜传心法，为我验证。弟子我敏感无内，永记心中。师您身边弟子千余众，不乏智慧之人，龙象峥嵘。日后终会有人能够坚信，慧能我怎敢忘把祖为等。衣是指出家人的袈裟，钵是出家人乞食的用具，相当于饭碗。这2样东西是僧资物中最重要的法物，所以作为师承的凭信。五祖大师亲捧着祖师的衣钵，让慧能承接。慧能急忙跪倒：祖师，您传心法为弟子印证，弟子已是敏感五内，若传衣钵恐有不和。我观祖师左右门人中竟多龙象，日后终会有人能够见性，所以衣钵传我恐怕不妥。要说我门下助人慧根觉性深浅，我都掌握，唯使禅门正法发扬光大，时不我待，衣钵当付于你，你速接衣钵。慧能这才接过衣钵，高举过顶，端正身心拜受。师父，武宗传法以心印心，法无文字，离著色相，取衣钵何用？因为昔日达摩祖师初来东土传法，恐怕众人不信，才传衣钵为凭，以明得法而传法系。内传法以印证宗门的佛心宗旨，外传衣以表示师承的信实无虚。衣为法信，法是衣宗，非衣不传于法，非法不传于衣。衣钵乃是西国尊者所传，又佛法不断，法是如来甚深般若智，了性真解脱。其实正法是以心传心，令他自己觉悟，自己正得。自古以来，所有诸佛所传的都是人人所自具的自性本体，历代祖师密付单传的也只是人人所固有的自性本心。世俗之人永远不会了解传衣钵的真正含义，只会争名夺利地争到衣钵，谋到祖位。如今禅法已然流布华夏，人们信心已熟，这衣钵之所存反为争端，会成为大家争夺的焦点。我现在虽然传法给你，可你既未剃度出家，又没来东山随我学法。若是没有这衣钵，
恐怕你日后难以取信于人，所以才传你衣钵为证。这衣钵是争夺的祸端，只传到你为止，以后千万不要再往下传了，以免为名为利者只注重衣钵，忽略心法，那样更会有同宗相争相夺相伤之事。不但你有性命之忧，就是你以后的受衣之人也会命如悬丝，危在旦夕。我现在把禅宗正法和衣钵传付于你，也就是将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福利人群的千斤重担交付于你。你要擅自护念，好自为之。今夜传衣付法，无人知晓，你要离此速速南归，隐遁起来，以防有人为争夺衣钵加害于你。师父，弟子此去当隐于何处？逢怀则止，遇会则藏。师父，弟子生长在岭南，不熟悉此地路径，不知如何行走。你先从九江驿渡江南归，或许能顺利一些，待为师送你一程。弟子亦应自立，不劳恩师相送。为使禅宗正法留步将来，为师必须送你脱险。五祖说完，取出一条布制的腰带，递给慧能。这腰带上有2个口袋，分别用来装衣和钵盂的。慧能接过了布袋，装上了衣钵，携负于身，随五祖大师悄悄离房。因为五祖大师早有准备，于初更之时，他就吩咐身边的侍者，说自己从今晚上开始禅坐，不准任何人入内打扰。所以五祖大师携慧能离开的时候也很放心。在这夜深人静之际，东山寺的众僧正在熟睡，五祖大师携慧能斩轻功，离开东山。师徒俩夜里东山奔大道，急忙忙赶奔九江，路迢迢，五祖他智慧神通世间少，陆慧能这无相禅功功夫高，一个是急于南归安全保，一个是送徒脱险不辞劳。他2人3更赶路星光照，急匆匆晨昏夜奔月影摇。但只见村庄树木往后倒，竟把那车马行人身后抛。走一山又一山，峰回路绕，过一水又一水，飞河渡桥。耳闻的长空烟，结对鸣叫，更勾起别离情，心血如潮。正兴的智慧神通真奇妙，转眼间望见九江浪滔滔。师徒2人来到了九江驿，五祖大师从崖下寻得一只小舟，解开锁链，让慧能登舟，他自己把橹行船，亲自摇橹为慧能行船。慧能一看，心中不忍，师父，您请坐，让弟子来摇橹划船吧。不，徒儿，现在是我渡你，不是你渡我，还是由我来摇橹行船吧。师父，弟子认为迷时靠师渡，悟了要自渡，同是一个渡字，其用途是不一样的。慧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承蒙恩师传我心印妙法，使我得以开悟，所以我要自己渡自己，岂能让师父再执渡人的心相呢？佛度众生都是众生自度。慧能一边说着，一边从五祖的手中接过双桨，把橹行船，让五祖大师坐下来。五祖大师笑吟吟地看着慧能，慧能啊，你能自性自度的确很好，
希望你不要只度自己，还要广度有情，让佛法永世不朽。师父指示弟子谨记于心，弟子一定弘法世间，广度众生。师徒二人边说，小船边往前走。不多一时，小船劈波逐浪，来到对岸。师徒二人弃舟登岸。五祖大师深情地望着慧能，语重心长地说道：徒儿，你为传法之人，以后必多磨难，你要努力将佛法向南方传播，以后法胜在南。不过在这近年之内，你不要出来弘法，以免北方之人为争夺衣钵加害于你。等世袭之后，你再出世弘化。记住，禅宗顿悟法门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接受的，应看时机成熟之后再说法立声，善诱迷人。禅门正法从此便靠你来弘扬，希望你能大兴本门，光大禅宗，化度举国。师父指示，弟子谨记于心，弟子一定高树法床，普度群迷，大振宗风。如此甚好。徒儿，你要知道，世间上的事没有一件是容易的，想成功一件事，不知经过多少波折困难，才能慢慢成功。你这一去，长途一定会充满荆棘，使你历尽艰辛磨难。欲为天下奇异子，须历人间万里程。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你要好自为之，快快去吧。弟子叩拜恩师。徒儿，你快起来，快快去吧。为师已传法有人，心愿已了，等你步上前路，我便回寺入灭。慧能一听，急忙给五祖大师跪下了。如此，弟子先恭送恩师。慧能，你快起来，等你走了，师父才能回寺，快起来吧。诸位，说到这里，我要特别的解释一下，六祖坛经的版本很多，有的版本在此有汝去3年，五方世事8个字，有的版本说这8个字应当是能去3年祖方世事的原有旧注，因后人要形容五祖有先知，并增饰宗教的神秘性，乃改字讹传，填入正文的。得意吴中流传本和宗宝南海流传本上没有这8个字，应当删去。另外，曹溪大师传中也说，忍大师别能大师，经停3日，重告门人曰：大法已行，吾当逝矣。忍大师千化，百鸟悲鸣，异香纷赴，日无金光，风雨折树。所以我认为五祖大师送别慧能之后，不是3年，而是3天就入灭了。但无论是3年还是3天，都不影响祖师的教学宗旨。宗门重在直指心源，一念不生全体现，我们不必在乎这些细枝末节。单说慧能，一听五祖大师即将入灭，知道这次分别是永别，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他既为五祖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又隐隐有一种痛失尊长良师之愁。如此，师父珍重，弟子告辞。慧能嘴说告辞，可这脚就是不动。徒儿，你起来，快去吧。师徒俩四目相对，依依不舍。他们都知道人生无常，后会无期了。待了好半天，慧能才转身踏上这不平坦的南归弘法之路。真是3步一回头，5步一挥手。五祖大师伫立江边，以目相送，直到慧能的身影隐没坡头，他才回到小舟之上，划船而归。昔日达摩祖师传法给2祖慧可的时候，说过一首偈：
吾本来兹土，传法度迷情。一花开5叶，结果自然成。这一花开5叶有2种说法，一种说一花指达摩祖师自己，5叶是指2祖到6祖共5传而言，也就是指达摩大师到6祖慧能，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西天4期，东土23。4期是指印度的28祖，东土23指东土中国的6位祖师。也有的说这5叶是指慧能之下那5家禅。单说五祖大师送别慧能后斩其功，于4更天回到他的方丈室。这获证圣果的人神通智慧不可思议呀！因为五祖大师临行前吩咐过身边的侍者，说自己从今晚上开始禅坐，不准任何人入内打扰。所以五祖大师携慧能离开这段时间呢，侍者以为他禅定未醒，也没敢入内惊扰。五祖大师为了拖延时间，让慧能安全南归，他一直关闭房门，静坐屋中。到了第3天，也就是五祖大师每月1次的讲法时间，他才早早地把房门打开。侍者一看，祖师已经睁目起坐，急忙进去伺候祖师洗漱过斋。刚刚用过早饭，神秀便带着众弟子来到方丈室，恭请五祖升座说法。单说五祖见前来恭请他的这些徒众，只见他眉头还未皱，善巧已然上心头。单说五祖大师刚刚用过早饭，神秀便带着众弟子来恭请五祖升座说法。钟鸣鼓响之后，五祖大师在众僧的簇拥下登上法坛。众人顶礼之后，各自坐定，恭请五祖说法。可是五祖大师坐在那法座上，闭目垂眉，寂坐无声，一言不发。众人也不敢多问，静心息虑，就在那等着听。法堂之中一时间寂坐无声，默契逼人。整整过了1个多时辰，五祖大师也没说一句话。有许多弟子都有些沉不住气了，一齐上前给五祖大师跪下了。祖师，我等智慧浅薄，实不解祖师今日默坐不语究竟何意，望祖师明示。五祖大师听完之后，缓缓地睁开眼睛，轻轻吐了一口气。众位比丘，我之所以静默不语，是因为此事重大，开示之前想让你们先静心息虑，以免浮躁。大家一听，立刻紧张起来。祖师，到底何事使您如此？众位比丘，我现在就开示，你们听后不必喧哗。告诉你们，依法已经难传了。从现在开始，你们既可自主，也可散去。什么？依法难传了？被什么人得去了？自然是能者得之。能者？这能者到底是谁？到时便知，何必先问？众位比丘，我今事缘已了，行将入寂，你们都要努力修行，早日究竟。不能究竟者，便可向南方去求法，或可际遇。众僧一听，吃了一惊啊！他们知道五祖大师要入寂了。祖师，我等正需要您说法指迷，您怎么能要行呢？我今事缘已了，留之无益。众僧一听，哭泣不止。祖师，我等正需您指迷，您要走了，我们如何修行？
正在众人大哭之际，突然有一个苍老洪亮的笑声冲破哀声，哈哈哈！众位，祖师已经尘缘已了，功德圆满，将要入于不生不灭的涅槃妙境，自得永恒之乐，乃大喜之事。诸位不加亲献，还笑俗子之情，恋之不舍，真是可笑。大伙一惊，扭头一看，说笑者乃是一位老僧，叫慧明。他俗家姓陈，出家前曾是一位武功高强、战功赫赫的四品大将军。他为人豪爽，性格粗鲁，但是他学佛修道很勤奋。五祖大师看了他一眼，慧明，你已略有小悟，还需精进。若得一人指点，犹如木工钻眼，立可透破。祖师，弟子老迈愚钝，望祖师明示。慧明，你来去不远了，到时自知。五祖说完，又看了看众僧，众位比丘，你们不要难过，都要安心修行，日后自会有悟性之人来为你们说法解疑。我现在注释完毕，马上去也。五祖说完，走下法座，眼望着众僧，把话说：众位比丘，不要难过，安心修行，早日了脱。日后定然有开悟者为你们说法来点拨。众比丘闻听，悲泪落，大树一钉，全都没辙。眼见五祖如是端坐，只好口拜，轻声诵佛。五祖大师在他方丈室的蒲团上解家端坐，将近1个时辰，便静坐涅槃。什么是涅槃？涅槃是一种高尚的、理智的、圆满的精神状态。涅槃不是可怕的死亡，而是一种大喜悦，是充满快乐、光明、物我合一、自由自在的境界。那是真正的精神文明啊！它的实质是立足现实人生的净化与超脱。不要将涅槃界定在死的过去或者死的未来，而是生的现在。古时候有位高僧说得好：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任何人能经常保持这样的心境来处事接物的话，他的身心是多么的自由自在，无牵无挂。所以有人说，一个哲学家他最高的哲学成就不会超过一个人通过学习佛法能够达到的身心自在的那种思想境界。当然了，这种涅槃清净的情态绝不是做些表面文章就可奏效的。没有彻底的放弃自我执着，那是做不到如如不动的。学佛参禅在于能明心见性，见性之人，人法两空，世事无碍，心安理得，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绝无分别往迹，心态平和安乐。如果能修行到这样，不需跳出三界外，无非一路涅槃门，即使是活着，那也已经进入涅槃。否则颠倒梦想了一生，终日在冤亲毁誉、功过是非中过生活，生死心炽，势理障深，那就即使是死了，也绝不是进入涅槃。五祖大师乃明心见性之人，自然能进入寂静的涅槃境界中。悟道之人随所去来，不被物转，百花林里过，片叶不沾衣。
古往今来，已有无数的修行者通过实践而生死自由，来去自在。在宋朝，镇江金山江天禅寺的住持道月禅师就修行到这种程度。抗金英雄岳飞跟道月禅师交情莫逆，岳飞在被12道金牌调往京城的途中，路过镇江，他去拜望道月禅师，并把自己昨晚上夜宿瓜州梦见2条狗讲话的事告诉道月禅师。道月禅师听完之后，不让岳飞回京，说2犬啄一言是个欲字，说你此去凶多吉少，有牢狱之灾。可是岳飞忠于朝廷，不听道月禅师的劝告，执意要回京。道月禅师没办法，送他2首诗8句话。头一首：风波亭下浪滔滔，千万留心把舵牢，谨防同舟人一歹，桨身推落在波涛。第2首是岁底不足，谨防天哭，缝下2点儿，将人害毒。岳飞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这2首诗记在心里。他回京后，果然被秦桧陷害，身陷牢狱。腊月29那天，天下大雨，岳飞被勒死风波亭。他想想道月禅师那预言全实现了。这岳飞死前仰天长叹，悔当初没听道月禅师之言。没想到这句话被秦桧得知了。秦桧以为道月禅师是岳飞的同党，就派大军的头目何力带着大队人马前往金山捉拿道月禅师。那何力从京城出发去金山，正是从南往北走。道月禅师是悟道之人，何力来之前他就知道了，急忙登坛给徒众们说法。最后说道：5年49，是非终身有，不为自己身，只为多开口。何力自南来，我往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几乎落他手。说完就在寺中作画圆寂。这就是超越了色身的束缚而证得涅槃，进入涅槃境界。有人不明白此意，还竟说那学佛不是能了脱生死吗？那他咋还死呢？其实法性本无生灭去来，学佛修的是明心见性，不是长生不老。涅槃是指超越生死的境界，超越色身的束缚。我们此一生为无始无终大生命当中的一段小因缘，此身有时本不算生，此身灭时也不算死。额头禅师圆寂的时候说过一首偈，说昔本不生，今亦不灭，云散长空，蔽天皓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此段小因缘确实有凡圣不同啊，在圣者是随缘附应，在凡者那是业力牵引。圣者为解脱，来去自在，任他无常，朝到暮到，放手变形，没有任何可牵累的。凡者为缠缚，难以解脱，想走是走不了就自杀，想留是留不住，就痛苦无奈地交出生命。单说五祖大师静坐涅槃，众僧一齐惊呼：祖师去矣，祖师去矣！一个个嚎啕不已。神秀更是伏地不起，泣不成声。他回想五祖对自己的教诲之恩，器重之德，他希望自己能写出一首见性的寄语，可自己始终没能写得出来，让他老人家失望。神秀想至此，痛哭流涕。神秀他匍匐于地，悲痛欲绝。东山寺众比丘全都泪珠跌，只有那老僧慧明
上前劝解，他伸出双手把神秀来扶携，叫一声秀上座，快把爱情解。从来是天道应亏，月有圆缺，应知色身无常，法性无生灭。秀士您快快之辈，暂且休息。就是您德高望重，能讲能写，今日起司中大事要您裁决，只盼您挽疾就位，斩韬略，只盼您负重前军，贤才解，只盼您主持东山操大业，只盼您广大禅宗肃清撇，只盼您弘法利生度欲烈，只盼您续佛慧命祖业界。老僧慧明扶起神秀，当众高喊：列位比丘，祖师已然入灭，寺内不可一日无主，大家应该推选一人为寺内的住持，大家看秀上座如何？众僧齐喊：我们同意秀上座为本寺住持。秀上座，您发话吧，我们愿意听您指授。神秀含悲忍泪：诸位同修，各位师兄师弟，神秀承蒙你们抬爱，不胜感激。可神秀无德无才，已被祖师见弃，一无依凭，二位见性，岂敢枉列众僧之手，误己误人。为报祖师教诲之恩，神秀愿负责操办祖师的后事。但等祖师后事一了，神秀即刻归山苦修。现在祖师的依法已有了传人，我们何不请祖师的依法传人那位能者出来主持本宗，弘法利生？诸位，神秀的道德多高尚，这话说得太感人了。要知道，德行是一个人成才的根基。我们看到神秀后来有那么好的成就，受到万民敬仰，就可想而知了。难怪五祖大师器重他。只可惜呀，这禅宗顿悟法门靠的是自悟自修自证，别人没办法帮忙。如果能帮的话，那五祖大师怎么能把衣钵不传给神秀，而传给一个一天也没教过的俗家人卢慧能呢？众僧一听神秀之言，觉得有理。对呀，祖师说依法被能者得知，这能者是谁？请您快快出来
话说五祖大师入灭后，东山寺的众僧都推举神秀做住持，神秀拒绝了，并提议大家恭请那位得祖师衣钵的能者来住持东山，弘法利生。大家一想，神秀说的有理，对，今儿早上大师说衣钵被能者得知，这能者是谁？请您快出来。嗨，能者就是有能为者，你既然敢接承衣钵，为何不敢出来见我等？你得衣钵而不出，情同不得，你到底要干什么？快出来！众人吵闹多时，也没闹出这得衣法的能者。老僧慧明一看，当即高喊：诸位同修，大家不要吵了。以贫僧看来，这得衣法的能者准是一位下座弟子，怕威德不足，难以服众。其实你这位能者不必担心，你既有祖师的衣钵心法，我等自然恭敬你。无论你是上座僧人还是下座弟子，哪怕是一介沙弥，我等都应该拜请你做本寺住持，弘法利生。请这位能者快出来！老僧慧明啊，求法心真是切呀！他把这上座下座，甚至连没座的沙弥都喊出来了。可是没人搭腔，他哪知道这得衣法的能者连沙弥的地位都不如啊，竟是一个俗人。老僧慧明喊了半天，不见有人搭腔。奇怪呀，这得衣法的能者难道是没在寺中走了？众僧一听急了，什么？他走了？哎，太不像话了！既然得衣法，就应该在本寺弘法利生，他干嘛走啊？得衣法，抛下大众于不顾，他自己走了，这不太自私了吗？大家吵嚷嚷，有几位青年武僧当时更火了。这得衣法的能者也太不像话了，抛下大众于不顾，他带走我东山衣法，我们没办法持禁修禅；带走了衣钵，我们不能立足，这招太毒了。我要知道他是谁，绝不饶他。众人这一急眼一吵，神秀急忙搭话了：众位师兄师弟，各位同修，大家不要动怒，岂不知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吗？乃能者带走衣法，也许另有其因。我们先查一查这能者到底是谁，再行商议。近年来祖师足不出寺，未结外援，所以这得衣法的能者必定是寺中人。请大家回忆查询一下，看哪个疗房有不辞而去之人，若是有，大家赶紧说出来，以免众人乱猜。大家一听神秀之言，说的有理，立即回忆查询。这时候啊，替寺院里管杂物的王行者突然想起慧能来了。慧能刚离开的时候，他没在意，他以为是慧能受不了这繁重劳动，再加上南郎坐骑被羞辱的事，而悄悄离开了呢。可是神秀这一提示，他倒来了聪明劲儿了。可他又一想，那卢慧能虽然勤苦耐劳，可他毕竟是俗人呐，自古俗不暇僧。他又是个蛮陋不堪的葛僚，那祖师怎么能把衣钵传给他呢？我呀，先别吱声，看看别场有没有走的人，免得冒冒失失说出去，让人家笑话。王行者想到这儿，环顾四周，不见有人吱声，这说明各个疗房都没有人离开。他这才沉思片刻，说道：秀上座，我们舂米房倒是有个人离开了。谁？可他是个俗人呐。哪个俗人？嗨，就是那舂米的南蛮子卢慧能啊。他这话一出口，众僧哄堂大笑，哈哈哈！王行者，你也太多虑了，那是不可能的。你想啊，
那舂米的蛮子不识字，连绣上座诗记他都念不上来，还呆头呆脑的，祖师怎么能把衣钵传给他呢？您想啊，咱们寺院里有这么多有学识有道行的僧人，祖师都没传，尤其是绣上座德高望重，变通注经，都没得着依法，他那蛮陋不堪的葛僚怎么能呢？绝对不会。就是下上7期49天红雨，雨点都轮不到他身上，就算做梦都梦不到他的，那是绝对不可能，你可别发神经了。这个时候啊，厨房做饭的悟通师傅插口了，我说诸位，你们不要把话说得太绝对，那个卢慧能虽然是不识字，可他慈忍如天，悲心如地，勤苦耐劳，那俩伙工都把他欺负的把他打伤了，他都没有一点嗔恨心，这是我亲眼所见，他的确与众不同，有点古怪。悟通和尚说完，有几个老僧倒抽一口凉气。对呀，那葛僚刚来的时候，竟在法堂上与五祖大师争竞，说要做佛，后来还在南廊坐骑，他的确有点与众不同。可他未出家，又是岭南蛮夷，祖师能把依法传给他吗？不能吧。众僧这一议论，神秀突然醒悟，如此说来，祖师所说的能者乃是双关语呀，一是名字上有能的，二是有能力的人。现在想想，卢慧能刚来的时候，在法堂上跟祖师那番对话，我当时就觉得蹊跷，他们的对话是玄机呀。后来又听说他在南廊坐骑，被众人给好顿羞辱，又被祖师给擦掉了。我当时就颇有感触，我认为他若非愚痴，便是上智。现在看来，他定是得依法者无疑呀。大家想想，祖师说依法已经难传，又说被能者得去，那卢慧能家居岭南，名字上又有能，两世尽合，这得衣钵的能者定是他无疑。看来他确实是大智若愚呀。众僧一听，什么？五祖真把衣钵传给那卢慧能了？这个叫什么名堂呢？啊，自古俗不暇僧，这兔子能驾辕，干嘛要这大骡大马呀？咱们寺院里有这么多有学识有道行的人，尤其是袖上座您变通注经，老和尚都不传衣钵，还传给他一个俗人，他一位受戒，二位出家，有什么资格接承依法呀？这真叫咱出家人泄气。这事儿要是传扬出去，人家不得笑咱们东山寺的群僧都是饭桶啊！不行，追到岭南，把衣钵夺回来。有几个年轻僧人更火了，这个葛僚带走我东山依法，抛下大众于不顾，我一定要惩治他。神秀一听，急忙阻拦，诸位，你们千万不要发火，不要做此大逆不道之事。那卢慧能得去了祖师衣钵，乃是祖师亲授，我们不可前去追夺。有几个青年僧人怒不可遏，袖上座，我们没你的德行，也没你的修行。这卢慧能带走衣钵，抛下大众于不顾，我宁可下地狱，也要追到岭南，夺回衣钵，惩治葛僚。众武僧立时心好恼，怪叫如雷骂声高，无知的南蛮太狂傲，东山寺内耍奸刁。你吃了雄心吞豹胆，赶到虎口把牙嚎，竟敢把俺僧人灭好，
谢安东山一法逃之夭夭。倘若不把你来寻教，出家人耻辱怎能消？一个个摩拳擦掌，怒火冒，咬牙切齿，大骂喝了。你上天追到凌霄殿，下海岸撵到牢笼巢，你就是佛爷头上金翅鸟，俺逮住也要把你毛来薅，钻天入地要把你寻找，宁可下地狱绝不把你饶。诸位，我说到这儿您可千万别误会啊，说那出家人怎么还那么好发火啊？您要知道，即便同为出家，但净化的程度不等一样啊。一个修行层次高的人绝对能保持身口意三业的清净，也就是说，他口无善言不说，身无善事不做，心无善念不起，他绝对能保持三业清净，起心动念都不会有过失的。可是出家人不见得人人都是圣贤大智啊，良莠不齐那是在所难免的。就像一片稻田里有几棵败草，那是可以理解的。凡是起嗔心要夺衣钵的人，都是修行层次不太高的人，他们不了解传衣钵的真正含义。再说有些出家人心中不服，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自古都是俗不暇僧，卢慧能一位出家，二位剃度受戒，又是个不识字的岭南蛮夷，根本就不配接承衣钵，所以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平生奇耻大辱。有那盛气凌人的青年武僧气得摩拳擦掌，吵吵嚷嚷，非要追到岭南夺回衣钵。呵，众武僧一气之下，也不管什么佛家的5戒6戒7戒8戒，更不顾神秀的劝阻反对，一个个吵吵嚷嚷。就听武僧班头不凡和尚高喊一声：“众位武僧，无场听命！”众武僧一听，一齐奔向武场聚齐。因为在过去，少林寺的武僧曾经帮助过唐太宗李世民取胜于疆场之上，救过李世民的命，所以李世民对少林寺的武僧特别的赞赏，武僧们都享有僧兵的光荣称号。由于皇帝对少林寺的武僧这么样的称赞，所以当时唐朝时期，天下有许多的大寺院都养了一帮武僧，用以护法伏魔，保护寺院。这著名的东山禅寺当然也有一些武僧用来护法伏魔，保护寺院。所以这武僧班头不凡和尚一声令下，100多名武僧齐聚武场，共商南追之事。商议停当，分头出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化妆，化成俗人的模样。咱不说众武僧下东山追赶慧能，单说东山寺内，除了这100多名武僧之外，还有1000多个僧人呢。他们一再推举神秀做住持，神秀拒绝了。为报五祖教诲之恩，他声明自己只负责操办五祖大师的后事，其他事务都由知客僧暂时负责。神秀只授已毕，又写了一道表彰，报奏大唐朝廷为五祖大师请旨敕封。然后他派僧人四处发书，持报四方刹林，告知五祖圆寂之事和道场的时日，旨授已毕，由知客僧督办。知客僧见神秀不愧是五祖大师的高徒，的确是指挥有方，井井有条，心里特别的佩服。这东山寺内的众僧操办五祖的后事，人人忙得不可开交。那些下山赶往岭南追赶慧能的武僧，也个个是忙得不停，他们恨不得人驾云马腾空，立即追上慧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慧能在九江畔辞别五祖后放步前行，
这一日，他来到了江西省的边界大庾岭，举目一看，见这座大庾岭山势险峻，好不惊煞人也。会能他举目仔细留神，见山势险峻，触目惊心。观山高，巍巍峨峨，上千人。黑乎乎的山头，直冲霄云。雾腾腾，古树参天，望不尽。乱杂杂，藤条交错，缠树身。阴森森，冷气令人胆惊。声凄凄，猿猴嘶鸣，作对音。呼通通，狼虫虎豹来回奔。呼冷冷，怪蛇大蟒在翻身。是满山我恍惚惚，遍山野草比人深。唰啦啦，山泉流水，浪涛滚。叽喳喳，奇鸟野鸡闯树林。冷飕飕，山风一阵紧一阵。阴沉沉，乌云遮日，天色昏。芦荟能观罢此景，心头震。猛听见身后传来马蹄音。这大庾岭是五岭之一，也是江西、广东两省的交界，更是岭南岭北的交通咽喉。慧能上得岭来，正往前走，忽听身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回头一看，见一匹青鬃马四蹄翻花，风驰电掣一般飞将过来，马上坐着一个身材魁伟的老僧。慧能心觉不妙，刚要躲闪，这老僧连人带马从慧能身边冲了过来，学回马头，一横借刀挡着慧能的去路，可了，休走。
回书说的是慧能东山得法难归，走到大庾岭，被一老僧骑马追上。这老僧一横借刀挡住慧能的去路。慧能注目一看，这老僧红光满面，气概不凡，威风凛凛，锐气逼人。慧能他抬头细注目，心中不住暗嘀咕，这老僧身高足有9尺5，浑身上下一般粗，胳膊腿如同杨柳树，背似案板能载住，腰似沙缸搂不住，肥头大耳挺胸脯，手指头压塞相摸出，大环眼如同夜明珠，怪美凝劲儿天苍如，威风凛凛气概不俗，说话的声音震耳鼓，叫人听着骨头发酥。大戒刀在他手中扶，想要与毛家论英术。看起来这老僧行粗鲁，我必须为他指点迷途。书中暗表，这老僧就是在东山寺五祖入灭前，别人大哭，他却大笑的武僧陈慧明。他乃是陈宣帝的后代，曾做过4品大将军，战功赫赫，武功高强。而立之年后，竟无意功名，落发出家。他仰慕上法，怀道心切。听说五祖大师的住旨后，他千里迢迢来东山随五祖大师学法。近年来他也有些见悟，五祖大师临行前说他去来不远，就是说他道基已然临近。慧明很高兴啊，决心勇猛精进，早日究竟。可是当他得知东山医法被慧能带往岭南时，心中懊恼，因为慧能带走了东山医法，他们就没法持禁修禅，使修行难以进至到最高境界。他一怒之下也下了东山，因为他骑的这匹青鬃马脚力很快，再加上他惯走疆场，骑马的本领也大，更加上他求法心切，就赶在众武僧之前追上慧能了。慧能不认识他，他可认识慧能啊。因为慧能刚到东山寺的时候，就在法堂上与五祖大师争论，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后来又在南廊坐骑，东山寺的僧人几乎都认识慧能，只不过他们都没把慧能这个俗人放在心上。这老僧陈慧明追上慧能，情急之下又抖起了当年驰骋疆场的那股的武将威风，立马横刀一声大喝：“葛辽，你快把衣钵献出来！”慧能一听，立时明白了，心说五祖大师和自己最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即冲着老僧双手合十：“请问老师傅是何来历？”“哼，
俺乃东山寺上座僧人慧明，葛辽，你带走我东山衣钵，抛下大众于不顾，贫僧要向你讨回公道，快把衣钵留下。慧能一听，不慌不忙的从身上取下装衣钵的布袋。明上座，这祖师衣钵只是一种表信，衣乃身外之物，法才是内心的密证，岂可力争？如果你能误解失传心法，你就把它拿去吧。慧能说完，把这衣钵放在身边一块大石头上，然后他自己来到另一块大石头上盘膝打坐。慧明一看，心中大喜，立即跳下马来，奔到石前，伸手来抓衣钵。他毕竟是有修为之人呢，就在他抓衣钵的刹那间，突然想到慧能刚才所说的衣钵表信不可力争之语，心说这衣钵乃是五祖大师授予卢慧能的，我岂可世纪逞强硬夺呢？再说我主要是来求法，要衣钵何用？他这一心生惭愧，即刻手软，未尽提夺之力，就没提起来。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心生惭愧，未能尽力之故，还以为这衣钵是如来神器，默默中有护法善神天龙八部在护持着。他惊恐羞愧地抬起头来，见慧能盘坐石上，垂目如定，那八风吹不动的神情，仿佛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使他肃然起敬。慧明扑通一声就给慧能跪下了。行者，这衣钵乃是祖师亲授，只有我宗六祖才能授受，贫僧岂敢枉为？贫僧此来并非为争夺衣钵，而是特来求法，望行者接引。这老和尚真聪明，拿不动就不要了，要是拿动，也许他就拿跑了。慧能看了他一眼，你既为求法而来，为何持刀怒吼，以武要挟？贫僧之罪，贫僧乃一介武夫，愚鲁无知，望行者宽恕，请行者不计前嫌，打开甘露之门，传我心印妙法，为贫僧指点迷津。这慧明说完，冲着慧能叩头顶礼呀。他这求法之心是真迫切呀。按说他是一个剃度受戒的出家人，本不应该给慧能这个没有出家的人叩头顶礼，可这是特殊因缘呢。他一是拜正法，也向慧能求法；二呢，那慧能既然承接了禅门依法，那就是禅宗正传的六祖了。慧能一听他言语如此至诚，已经具足了求法的恭敬心和虔诚心，才说道：